大家好，我是艾达。没错，我现在居家检疫中。36.1度，没事，太好了。这部影片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我最近会去日本。之后我会弄一个简短的版本，在最近的每部影片的开头都会说一次。那你可能还不认识我，你好，我是菜渣。之前有做过女孩也懂男孩的 low， 曾有那一回事的投影片式的影片，之后转战开箱 vlog， 还有桌游。去年4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去日本开始了渣游学，在东京念了8个月的日文，然后碰上了现在的武汉肺炎，也就是新冠状病毒 COVID-19。这段期间呢，我一共搬了4次家，最后一个宿舍是在去年10月住到现在的。其实我还蛮喜欢第3个的，可是因为之前我是旅游签证，一般来说呢，入境90天就要离境1次。不过这还好，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会在台湾跟日本之间来来回回。但日本好像一直有一个没有明文的规定，还是传说之类的。他说日本1年内总计不可以待超过180天。虽然我有请朋友在法规上查了一下，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条文，可是不知道何时还能不能再入境的我呢，一直都没有签下长期的租约。因为如此，我刚刚说那个很喜欢的第3间宿舍啊，因为我是短期的合约，后来我想续租的时候，它竟然直接被狮子大开口涨了1.5倍，于是最后就搬进了你们看到渣厨房后半段的那一间新的宿舍。为什么我最后选这一间呢？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日本的租屋和台湾有几个文化上不同的地方，其中最大的不同呢是日本的租屋是不附家具的，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具你要自己购买，不过马桶那些还是有啦。而且当你要搬走的时候，你需要连你买的家具一起处理掉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房东很可能就会从押金里面扣除那些搬走的费用。其次呢，合约大约都是签2年的，虽然也有1年约，即便如此，这对短期住宿的我们非常的不利，光是观光签就很难签长期的约，也因此大部分的游学生会选择 share house， 也就是跟别人一起分租或是寄宿家庭。但假如选 share house 的话，你知道你的室友完完全全就是在踩地雷，因此没有纳入我的考量。或者也有一些特别给游学生住宿的公司，比如像是我的第1间房，那类房间虽然会有家具，可是一来选择不多，二来可能会离学校很远，那就是别的话题了。然后再来，日本还有一个很大的租屋文化差异，就是当你确定要租屋的时候，你需要付给房东一笔礼金，这个礼金可能是1到2个月的房租，而且是不会退还的。这也就导致为什么很多人在日本租屋的时候，第1个月就会喷上3到5个月的房租，因为你不只要付第1个月的租金，你还要2个月的押金，再加上1到2个月的礼金，有的时候你甚至还要给半个月到1个月的中介费给中介，可以想象那个数字吗？10万元的月租，可能第1个月就会喷上3到50万。身为台湾人的我们，其实不能说烂或糟糕，我们只能说这是文化上的差异。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我现在的这间租屋公司呢？这边暂停一下，因为我发现我少讲了租这间房子的最大原因，其实是因为这间公司不需要支付礼金和租金，也就是说它上面的价钱写多少就是租多少，这对短期租屋的我们来说非常的划算。我没有要帮他打广告。好，没事，继续。一来它可以完全的短期租屋，签约最短1个月起；二来它附家具，也就是你不需要自己买家具，在离开时也不需要搬离它们；三来在我签约的时候，他们刚好有一个活动是买4个月送1个月，也就是我从10月底搬过去的时候，只需要付3个月的房租，原本17.5万的房租，最后只剩下1个月13万而已，而且离我们学校超近，通勤大概只要20分钟。然后在我租这一间的期间，也发生了一个转捩点，就是我在去年底的时候申请到了打工度假签证，它可以让我合法在日本待1整年，所以我在1月中就开始找新的租屋处。主要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看能不能找相对 CP 值更高的地方，另外一个呢是因为采光。我这间宿舍虽然不错，但它就在我入住不久，隔壁的盖了一栋新的大楼，其实它正在盖，只是逐渐的遮到了我的阳光。那你知道我叫菜渣，我是个每天需要行光合作用的人类，所以这个宿舍对我的身心发展会有一点影响。在1月中找房子的时候，其实我碰壁还不少，因为我希望住离学校不要太远，也希望能够住秋叶原的附近。虽然我原本就住秋叶原附近，但因为我没有日本的收入证明，也没有日本的报税证明或日本银行账户，如果要选择好一点的租屋处，房仲那边呢需要给上层做一个审核，才能决定能不能把房子租给你。即便我那时候找到一间其实还不错的，然后以 YouTuber 的身份跟他担保，有点害羞，不过后续也是没消息。不过还好，后续没有消息，因为就在2月1号，我准备要回台
台湾办第5届阿帕杯日本麻将大赛。10，武汉肺炎，也就是新冠状病毒 COVID-19 就在这个时间点爆发了。因为我原本是打算在办完后2月10号、11号就要马上回去继续念书，可是因为日本对这个疫情非常的怠慢。我在看了新闻以后，才决定观察一下，考虑要不要继续回去念，或是其他选项什么的，因为他们有可能控制下来，或是会有什么样的转变等等。但我觉得日本疫情一定会爆炸。那以下的资讯是根据我的个人判断，还有与日本的朋友们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，它不代表真实情况，你们可以听听看。首先呢，东京为了办奥运，能不增加确诊人数就不增加，于是他们采用什么策略呢？不验，反正只要不验，确诊人数就不会增加。这边有一张图，各个国家在确诊之后人数的增长情况，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发生确诊后不久就直接往上飙，唯有日本就是这样平平的而已。他们的数据实在太特别。其次，因为日本没有经历过 SARS 的风波，在发生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个国小生。那即便到现在，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戴口罩，至少在我的生活区域范围就可以看到1半以上的人没有戴。那除此之外，许多餐厅没有量体温，没有消毒剂，没有干洗手。在这样可怕的传染病之下，我观察到日本政府的怠惰，人民的消极，于是我决定暂时离开那个我留恋不舍的地方。离开我的朋友、同学，还有刚习惯的那个舒适圈，离开了封闭所，还有我的妻小，没有妻小。好啦，回到开头，为什么我需要回到日本一趟呢？因为在2月，我为了观察这个疫情呢，延长了我的房租1个月。在这个时间点延长，房租不仅没有了买4送1的优惠，而且它又涨价了。可恶！正因为我是短期的合约，所以房租的变动对房东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它最后涨了10%，来到了19万5千块。也就是，如果我不将这间房间退租，在疫情结束以前，在我回去以前，那个没有人住的地方就会每个月喷我20万，而且不好说它会不会继续涨下去。于是呢，在各种挣扎的情况下，不对，我想起来，我还要去日本的银行缴15万的赔偿金，因为我和 Marvin 在拍法文教学的那一部影片里，不小心打破了一盏造型灯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后来我是在离开前提现金，请朋友帮忙处理所以我最后决定呢，把东西收拾，搬回台湾，和那个地方好好的说再见。这边我很舍不得。我在3月15号飞回东京的时候，日本是第2级，虽然我早就认定那边是第3级了，群聚感染什么的一定有发生，虽然我不希望，所以我是抱着玩恶灵古堡的心情回去，你知道。所以那个过程中，我是随身携带干洗手，然后75%的酒精跟医疗用口罩，然后在飞机上的话，我会换成戴 N95。下飞机后只有搭乘 Skyliner， 算是最高速的铁道，那车上的话只有4个人而已。回宿舍的路上呢，不用手碰的东西就不会用手，电梯按钮还有门把用钥匙取代，就是用钥匙推或按，然后到家以后马上脱衣洗澡。这期间我搭了2次 Uber， 都是去机场的前后，然后只去过超市、便利商店还有邮局，没有搭过电车或大众运输交通工具。经过2个朋友，因为要把带不回去的东西送给他们，然后在外面吃过1次饭。当然我的接触面都有消毒，其他的话我都在家里自己煮。插入一个话题，当我回日本当天，然后我的日本人朋友就直接密我，用中文跟我说，欢迎你来到疫区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日本人自己打这个我就大爆笑。然后呢，在这段期间我没有与任何其他人讲过话，除了在结账的时候以外。17号的傍晚，日本突然宣布变成3级，我在18号早上就订了下午的飞机，匆匆忙忙的从那个我舍不得的地方回来了。我原本也是想要等到租约结束再回来，可是看着日本如此不重视防疫，我甚至还有看到妈妈带着，然后小孩没有带的情况。即使樱花开了，我还是想要回到相对安全的台湾。只能祝福所有在日本的友人们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乐长大。好啦，所以在未来几天的居家检疫影片，你都会听到以下这段话。大家好，我是菜渣，3月18号从日本宿舍搬回台湾，目前居家检疫中。在日本期间做好所有的防疫准备，飞机起降时戴了95口罩，由宿舍至机场搭过 Skyliner Uber， 随身携带干洗手，接触任何物件以后会马上清洗，平时不接触门把等公共设备，开门按电梯按钮等以钥匙取代，在外一律佩戴口罩，回家一定是洗手。期间均与2友人因搬不回台湾的东西作为正脸而见面，外食一餐其余自行于超市购买回家料理，无参加聚会不与无戴口罩的人说话，无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前往任何地方，仅出入超市、便利商店与邮局。居家检疫期间遵守法律规定，落实早晚量体温。所有医疗人员、指挥中心辛苦了。以下正片。好了，我知道第一天影片会比较无聊，可是我带回来了一堆在日本买有的没有的回来开箱，预计这几天会全部开完，希望。比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反正就是在回去的期间，我有做好任何我能做到的万全防疫准备，但可能还是有个万一嘛，所以也会落实好居家检疫的规则，希望大家不用担心。就这样，
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喜欢。那有什么重大的问题，随时发问，反正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。好诶，先去把《哈利波特》1到8集看一次，耶！看到方 test。Okay, huh? You excited, Pechi? You're not Pechi now. Why don't you move? I don't want you in my class. You stay, but I don't like you. Okay.